首舰勇敢号于2006年2月1号完工。4-5驱逐舰在设计上力求周全，拥有足够的预留空间，可确保其在全寿命周期内进行性能提升时，不需要对舰体结构做大的修改。4-5型驱逐舰采用模块化建造方式，不仅减少了建造时间与成本，对于未来的维修升级也十分便利。为了对抗北大西洋上的风浪，4-5型驱逐舰的114毫米舰炮前方设有大型防浪板。另外，在垂直发射系统前方和两侧设置一圈颇高的舷墙，来防止大浪涌上甲板。4-5型驱逐舰外观上有一个非常显眼的标志，就是高达35米的桅杆顶端有一个不小的圆球，内部是1045型桑普森多功能相控阵雷达，采用双面旋转阵列天线，主要提供远程搜索、跟踪能力，能够引导防空导弹。该雷达有自适应功能，最大的探测距离400公里，可同时跟踪500个空中和水面目标，并能引导防空导弹同时打击12个目标。但是这个雷达工作起来很耗电，产生的热量也很大，所以在球形天线罩下方基座里装了2套循环制冷系统，为雷达天线降温。后面塔围上方还装有一部1046型无源相控阵雷达，用于日常警戒，最多可同时跟踪400公里半径内的1000个空中目标或100个海面目标。与桑普森雷达搭配的防空导弹是紫菀，由舰首的6座8单元席尔瓦 A50垂直发射装置发射。紫菀导弹分为紫菀15近程防空导弹与紫菀30区域防空导弹，前者射程1.7到30千米，后者射程3到120千米。在4-5型驱逐舰上可同时混装2种紫菀导弹，用于点防空和区域防空。在进行防空作战当中，如果紫菀导弹组成的防空网被突破，密集阵近防系统就会承担起最后的防线。但是英国的密集阵服役数十年来，不仅寸功未见，还数次在演习中误击友军，其实际拦截能力值得怀疑。在现代海战中，使敌方导弹迷失方向的软杀伤也是防空体系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。4-5型驱逐舰上装备的海文发射器可以发射4种空中诱饵弹，不过目前装备在舰上的2座6连装海文发射器是固定的，仰角和方向都难以调整到合适的程度，可能会导致发射延迟。实际战斗中，这个延迟很可能是致命的。令人尴尬的是，大部分国家驱逐舰拥有的反舰导弹反潜鱼雷发射管，英国的4-5型驱逐舰是一概没有。这说到底还是钱的问题。本来英国海军希望造12艘4-5型驱逐舰，后来军费被一砍再砍，最后只剩下6艘。剩余的这6艘呢，又因为经费的缘故，舰载装备都不齐全，舰上反潜能力的缺失，使得这艘军舰面对潜艇时，只能依靠直升机来进行反潜作战。其实英国人并不缺技术，自己造得了大部分，造不了的找美国也买得到。但为了节约经费，英国4-5型驱逐舰除了防空能力，其他方面都被阉割。这种方式可以说是假节约，真浪费。英国国防部7月7号宣布，将启动一项耗资5亿英镑的英国海军驱逐舰升级计划，将对4-5型驱逐舰进行一系列武器能力升级，包括升级远程武器和相关指挥控制系统，装备一款新型短程防空导弹等。英国国防采购部长杰里米·奎因表示，这项投资将加强4-5型驱逐舰的火力能力。它的升级的话也不是太容易，因为它这个军舰没有跟美国一样装这种通用的垂直发射装置。但现在英国这个军舰的垂直发射装置的话，只能单一的装一种导弹，就是防空导弹，所以这是最大的问题。它如果要升级的话，要么的话就可能要动很大的手术，要么的话就可能不会有太大明显的提升。